你会甘愿为爱受骗吗？重点就是说，你从小培养到大，你会觉得，你看新闻的时候，你看到人被人家骗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为什么这个人这样笨？然后突然间有一天，你变成了个很笨的人。我们又来了，又来了啊，当成自己家了。是的，是的。我们今天是哇，今要天聊什么？要跟你聊心事嘞。最近要跟我我最近花很多钱，怎么办？可是你不用担心，我不是跟你借钱，我也不会，你不会借给我 right？ 当然不会啊。哎，反正我们都是同事，不是朋友。OK， so 你花很多钱，然后你内心很内疚吗？还是什么？有一点内疚，可是我其实因为我其实做很多 online shopping，我又我也怕，是你知道我会 click 到那种不应该 click 的 link。你有 click 过吗 Actually 我没有嘞，可是我经常接到奇怪的电话， ？I see。然后我就觉得有诈。MRT 又来了，又来了。欢迎瑞恩、燕玲，还好有你是专为女性开启的真实谈话节目，在这里没有批判，没有审视，只有将心比心。这句话我们要听每一几次？集将有不同的女友们，记得和她们敞开来聊。桌子上有个神秘箱，里面就有今天来宾的提示。OK， 来哦，哇哦，所以是听到我的心声吗？这个好大张哦。啊，你要不要拿？既然你最近花了这么多钱，拿了没有？哎，这个是什么？没有用是吗？哎，是卡片吗？Monopoly。 OK， 我要猜一下，应该是 banker， 跟做金融、跟金钱有关系的。OK， 他们要来了。有请来宾出列。Hello， 好，欢迎，大家坐先。对，先坐。呀。OK， 请问什么？我们有2个 clue， 那到底哪一个是跟你们有关系？对，我是 Jermaine，我是投资房地产的。我是 Frederick， 我是买卖房地产的。全部都是 property 啊，所以 monopoly， 跟钱还有钱有关系。OK， 欢迎大家来到还好有你，在这里请大家深呼吸，放松心情，敞开来聊聊。桌子上的箱子还有一张卡，写的是来自其中女友嘉宾们的心声。瑞恩、燕玲，请借此机会念出卡中的内容。因为一个骗子，我一家人被骗将近6位数，即使是亲戚也不能放下戒备心。这是我你讲的，是 OK， 这是我的故事。我的钱是筹备婚礼的，所以我跟我当时的未婚夫，我现在的老公，我们 each 投资了12千，而且我的妹夫借了60千，跟我的 father-in-law 借，他去投资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整家人6位在一个forex 的 scheme， 他讲说是可以拿到3%的回报率每个月，那我们听了哇很 excited， 就把全部的钱投资在里面。为什么你当时那么容易相信跟信任呢？是因为当时是我未婚夫的妹妹介绍一个朋友，说他是个白人。So 你这个妹夫是认识这个人很久，对，很信任他。他是说他是他的 childhood friend。OK， so 我也是没有想太多，因为是我妹夫嘛，所以我就我的 gut 就是很低啊。所以他们还有一个网站哦，那我们可以 log in 去看我们的钱赚了多少，说每个月都涨了3%回报率，我觉得很开心。但是我要提钱出来的时候，钱去哪里了？那个银行口不是 connected to a bank 的，是不见掉了，就是一个假的website。
对，你不是很 shock？ 你对啊，哭吗？怎么办啊？但我们try to 打电话给那个人，就打不通了。其实我觉得我的经历跟他有一点相似，就是 it all stems from 一个熟人开始。所以之前我的是一个 mutual friend， 就是人家介绍的朋友，然后就相处了一段时间，我就觉得这个人看起来很可靠。然后有一天他就跟我说：“哦，我的公司出了问题，我想跟你借一笔钱。” OK， 我是一个很谨慎的人，所以我还去上网，你懂，新加坡全部 registered company 都在 Accra 里面。Yes， 你有去 check 所以我有去 check， 所以虽然我相信你，可是我要做我自己的 due diligence。很好嘞。OK， 因为我去 check 到他公司是有存在的，可是他的名字不在董事里面，就是一个秘书。OK， 然后后来我就问他，为什么你是一个秘书？你有需要？他就编了一个故事啦，我就 OK， 你是我的朋友，然后你可以对答如流，我就相信你。OK， 可是我跟他一样，就以前是打工仔，所以你也没有多余的钱。然后他就给我一个提议，他叫我帮他跟银行贷款。等我就 OK， 你需要多久的时间去还？然后我就帮你去做这个贷款。起初他还是会每个月就转你那个钱，就几百块这样 OK， 然后就还 OK， 然后突然间他就完全不转了，消失无影踪。他没有消失，他的厉害的点是他还存在。但怎么办？可是他就会给你各种理由，说他的 bank token 坏了，还是他今天不方便，等，就一直拖延下去。然后你是到了什么阶段，你就觉得不对劲了？当我还了机器，然后觉得很累的时候，就开始心痛说，然后觉得为什么我的钱为什么还去了哪里 ？OK， 就过后怎么处理？说报警也是一个很难过的坎 ，cause 你要走进那个警察局，其实不容易。那个不容易在，你是抗拒什么？因为你是受害者啊。对啊，可是没有做错事情啊。重点就是说，你从小培养到大，你会觉得，你看新闻的时候，你看到人被人家骗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为什么这个人这样笨？然后突然间有一天，你变成了个很笨的人。而且警察局在我们的概念里面，就是你犯错了，你才会去的地方，还是会被抓的地方。说警察是没有的帮忙，对，因为他们找不到那个人吗？还是就是需要很多 case， 他们才可以正式的 investigate， 而且不是在他们的范围之内，是 under personal civil suit， 对，所以你要自己打官司，你要自己请你的律师，所以你损失了很多钱，你还要出钱，还有精力，那你每天要 remind 你自己 ，Oh my God, you're so silly, you got scammed。我觉得我much rather 把精神上 focus 在别的好的东西，明白？不想在这个圈里面，就是能拿回这笔钱 ，it's all about 打官司。对，so you must sue the person for the amount back。对 ，on top of that， 你要还那个律师费，而且你要花时你间赢了，那个人未必还还得起你的钱，因为他可能 declare bankrupt。对，所以你。You are a lose-lose case 啊 I understand， that's why 不要追究。而且当时我跟你讲，我已经怀孕了。哎呦，我就觉得，哎呀，我不要去管这个东西。其实是我的孩子给我那个力量哦，去 move on。去想说 ，OK， 我什么都不管了，我现在要努力赚钱，弥补赚回那笔钱，弥补这个钱我失去的。OK，所以你们觉得诈骗他们骗你是什么？就是因为钱，还是因为有掺杂其他的因素？我觉得诈骗的本质是情感，情感，不是那个钱。钱其实是一个 byproduct， 它真正打给你的是你的情感，你真的。你对未来的憧憬，还是你对一个人的信任，是一个 intangible 的东西，不能触摸到的东西。如果你只是想到那个100万，你不会有感觉的。可是因为你想到，因为这个100万，我可以做到我想要做的东西，我才会上当。可是我其实想要问，刚才其实我觉得 Frederick 提出了一点，你觉得就是第一个感觉就是这种，原来以前我觉得笨的人才会上当，我也变成那个人。可是我觉得很好奇，我想问大家，真的也包括就是观众听众，其实不聪明才会上当吗？这个观念。其实我觉得不是聪明还是不聪明，我遇见的人真的很多，在事业很成功都会被受骗。其实我是觉得大家都是很单纯的，而且对投资的策略是很单纯的。
这个会不会赚钱啊？这个可不可以相信？可是不可以用信任当作是投资的策略，我们不可以这样想象。But really, I feel a lot for this topic， 因为我有很多在我的investor 圈里面，我有一些 community member，他们好像是教师professor， 他们都被欺骗，而且他们很排谁啊，就不敢跟人家去讲这个东西 是而且我觉得他们现在很 elaborate 咯，那些 scam 越来越对， elaborate 有吗网站有 app 有哇很多很精心东西策划的对、他们已经要存心要 target 你，所以我 I really feel for it and Yeah. 我是真的认为我们大家都必须要有这个认识 financial literacy， 要了解，不要靠信任的。我被 scam 过2次啦 ，OK？ 2次对，2次。So 因为这个原因，我才觉得 OK， 我要进去投资，我要进去自己了解。我从今以后，我觉得最可以相信的人是自己。反而我觉得聪明反被聪明误。就你更聪明的人，你会觉得你做了万全的准备，你才做出这个决策，反而你会被骗的金额会更大。Frederick， 你在讲你很聪明吗？看起来很聪明了。你们2位都很聪明，很聪明2位都很聪明。我同意，我觉得不关聪不聪明，真的对OK， 那就我突然间有一个犀利问题问 OK， 你觉得被 scam 的人，你觉得是关系到贪钱吗？就是很想要得到那笔钱，或者很想要得到一个利益，就觉得可能不只是贪，就是每个人都有七情六欲，就是你的欲望或者你的信任或者你的情感，这些都是比较脆弱的东西。讲得好，他讲得好，们用的就是这种心理上的东西才帮你得到。所以经历过这些之后，我相信你们应该会怎么讲，警戒心更高嘛，或者是会会吗处处小心，会吗？会吗会有很多 WhatsApp 吗？我觉得还好哎、他是很心软的人。和我很欣赏这样的人，就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勇气来的，就是被伤害过，不过还是很愿意，人家被伤害过后哦，变很硬，对吗？But 那些还可以被伤害过，还可以很心软的人哦 ，actually 真的我们很容易自卑，我很容易自卑跟自责。But 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说 actually 我们是心软？对， You know, rather than 自责。因为心软是一个很脆弱的东西，我们人都不喜欢面对我们脆弱的一面。说你被骗2次，被骗1次了，过后没有了。还有吗？有啊，怎么办？好笨哦。我们这2位，OK， 说过后又再被骗。现在他被骗的人还是同一个人。同一个人骗你，我很多 question mark 现在。原本觉得他很强，我是觉得是超级心软的男人呀，你问我有没有后悔过？我觉得最终我还会跟你讲不会。如果再给我回去，当时我应该会做出一样的决定，因为你会觉得说，如果你遇到那个人真的是需要帮忙的 ，and life and death，cause 有很多人为了自己的钱财，但就想不开。是我不想做那个到最后后悔的人。OK 呀，因为一个 emotional 的遗憾，远远比被骗钱来的更悲伤。讲得很好。 MT 又来了，这是什么？我们可以我们来到我已经心理习惯问题环节。神秘箱里有3张卡片，卡片上各有1道问题。主持人们请向各自来宾们发问其中卡片里的1道问题，来宾们必须诚实回答。诚实回答。好的，so 你们一人有一题啦 ，OK，一人有一个 question。So for Jermaine，你会甘愿为爱受骗吗？如果我的老公骗我，我还是会是甘谁 OK 啊？爱有很多不同的爱，
所以也可以是亲情，朋友的情，未必是 romantic 的。 OK，呀，我觉得来，如果 somebody is really in need，我不想后悔啦。我就觉得说，你甘愿，我甘愿愿就被骗把这个钱，anyway，我想给那个钱，我投资的那些钱，我借的那些钱，我是以那种心态，我永远都 OK say bye bye 的那些钱了啦。所以如果有那个心态，I think 为爱，甘愿被爱。其实我想问 Frederick， OK 啊。如果真的是真爱，真的是爱啦，亲情友情。骗你的人哪里可能是对咯真爱？你对他真爱，他对你没真爱嘞。我们当时不知道对啊你不会我们就是懂啊来 give your best right。你们 OK 吗？而且我要问他，可是 OK， 我是巨蟹座，我肯定被骗。爱是一切。对，你很爱这个人呢。我不甘愿。我的 walls very up 嘛，我的 walls very up。但如果这个人 OK， 可能我真的很爱那个人，如果这个人骗我，呀，我就会觉得我没有办法再爱他。当然啦，呀啦，可是你没有办法 That's the end control 啦你自己，you know？呀，没有你不用 control 你自己，but 有咯，我不甘愿呢。最近有一个人跟我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蛮值得去思考的。我的朋友跟我说，你不可以去想，因为你爱这个人而去帮他。你应该从的角度就是去想说，如果一个真正爱你的人，不可能跟你提出这种要求，害你 get stuck in 这样 difficult 的 position。所以他讲，可能开得出口跟你提出这个要求的人，就基本上根本不爱你的 first place。如果今天你又再遇到那一个骗你2次的人，你会对他说什么？第三次再遇到他啦，现在应该是绝交了吧？我会跟他说，我希望你用你所得到的东西去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其实刚才我们从头再 refresh 回去，其实不是不聪明的人才会上当，其实真的是够善良的人才会容易被人骗。我真的觉得啦，你觉得是关系到善良？的心，我觉得心软的程度。然后，I don't know，我觉得未必是善良，因为就是这些人很会抓你的心态，对，很会找到你的弱点，然后利用它。有一些人就是很厉害，而且很狠心玩这样子的游戏。他找弱点，可是你要心够狠，你才能骗人呢，对吗？你们有什么劝告吗？就是对可能观众朋友，他们已经给了很多劝告了，我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还有没有最后一句？没被有很多最后一句有内涵的。我觉得就是说，每个人 if you have an afterthought， 你会觉得你很傻很笨，是，可是不要去质疑自己。当初你做那个决定的时候，一定有它的理由。Then everything happens for a reason 啦，你就从中学习，然后你会变成一个更好的人。讲得很好。So， 不要自责，不要自卑，OK，不关系到聪不聪明，对，身边的人很重要，还有吗？还有就是，我觉得要怎么样走出来很重要啦。就是有些人就是一直，虽然他不会自责、不会自卑，可是他就是一直纠结在那一个点，可是他没有办法要放得开，对，要放得开。因为你人生其实还有很多东西，你真的你觉得你在谷底了，可是你可能未必真的就是在谷底，你还可以 move on， 去平行走越来越高。你可以用你爱的人做你的力量了。说我用我的孩子做我的力量踏出来。Let's just move forward。对，So 要放的，要看得开，要放得下。对，然后最后一个是要做好功课。对，不要依赖信任，单单依赖信任这个东西，对，就不要这样做，就是要做好你的功课，做足功课，然后去了解这个人要投资的东西，还是跟你要那笔钱到底是为了什么？这样子。Thank you for 你们这么愿意的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然后让我们的网民知道说 ，OK， 你们有被 scam， but 无所谓，只要是可以走出去，只要是可以放得下，不要自责，不要自卑。然后我很 respect 你们愿意讲，而且你们这样子一分享，就可以
就是教导很多人，就是要怎么做，要怎么不要做什么东西。说谢谢你 Thanks for having 谢谢 us. ，Thank you for the vulnerability。所以关注我们的频道，还好有你，下期见。